和兄弟合伙干了3年远洋捕蟹，我靠着祖传的看流定位技术和秘制蟹笼诱饵，硬生生把这艘在港口垫底的破烂铁皮船干成了本港连续3年蝉联销冠的捕蟹王。随着名气越来越大，这艘船也换成了价值千万的豪华重型捕蟹船。可发小和他老婆陈雅却突然要把我踢出局。这艘远洋号是我爸砸了1200万买下来的，船上配的是最顶的进口声呐和自动矫治，平时出海柴油费、保养费哪一样不是我们掏真金白银填进去的？你呢，程峰？你每天在甲板上也就是看看水温，把那些臭气熏天的死鱼烂虾往蟹笼里一塞。现在船上全自动化了，连汗都不用你出。喏，这是1万块钱，算给你的散伙费。拿着钱，以后这艘船你就别上了。我低头看着那个被冰冷海水浸湿边缘的信封，没有说话，只是将目光投向了一直站在陈雅身后的孙海健。海健，当初我们是怎么说的？你们家出钱买大船搞设备，我出独家诱饵配方和看海流找位技术，利润我拿30%。这3年我帮你们赚了少说也有600-700万，这1万块钱算什么意思？程峰啊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你每天就拿这个破塑料瓶往那些烂鱼块上倒点黑乎乎的药水，现在1个月给你开8000的工资，在我们这海埂已经算是顶薪了。你还真把自己当技术入股的合伙人了？破药水。陈雅，没有我那瓶配方药水，你们这千万级别的捕蟹船去白定海角也只能拉回来一网网的石头。这片海域的帝王蟹有多狡猾，开口率有多难调，你们心里没数？哎呦喂，程峰，你还真把自己当海神娘娘了？不就是用死秋木鱼、鱼溶胶加上点氨基酸发酵出来的诱饵吗？你以为呆瓜这3年跟在你屁股后面是白干的？峰哥，你的配方比例，还有发酵的温度和时间，我都记在本子上了。那东西其实也不难弄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心底最后的一丝温度也彻底凉透了。这3年来，我每天顶着海上零下10几度的严寒，在结冰的甲板上测水质，看洋流走向。为了试出那口能让深海帝王蟹发狂的绝密诱饵配方，我把自己关在底舱发臭的饵料房里，闻了几个月刺鼻的鱼腥和氨水味，连嗅觉都差点失灵。为了拉拢那些开着冷链车来码头收货的大老板，我天天像个孙子一样给人递烟陪笑，替孙海健牵线搭桥稳固渠道。整整3年，孙海健的船从一个连柴油钱都赚不回来的烂摊子，变成了日进斗金的本港第一重器。这一切全是我拿半条命填出来的。可现在他们偷看了几眼我没加核心提纯剂的半成品配方，策反了一个心思浮躁的徒弟，就以为掌握了深海捕蟹的核心科技。他们看着这艘崭新庞大的重型捕蟹船，就以为那些挥金如土的采购商是冲着他孙海健这身名牌西装来的。我弯下腰捡起甲板上那个湿漉漉的信封，一把揣进防风服的兜里。行，听你们的。以后好好干。他们不知道呆寡偷偷记下来的那份配方，如果是去抓些不值钱的花蟹，或许还能对付，但在危机四伏的深海冰流区，那玩意儿充其量也就是一剂催命的毒药而已。1万块钱，连我爸下半个月的透析费都不够填。喂，是韩哥吗？哎呀妈呀，风老弟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你可算想起老哥哥我了。怎么着？孙海江的船要回港卸货了，这次船上有没有品质好的新鲜海产？优先给我这边匀一批。韩哥，孙海桥的船我不干了，我自己准备盘一艘船。韩哥，我要去那个地方干一票大的。风老弟，你说的那个地方，该不会是北边那个连雷达都会失灵的死亡冰流区吧？你疯了！那地方底下全是暗礁，号称咱们这行的空军坟场。就是那儿。韩哥，有钱人的圈子确实不缺海鲜，但他们缺绝对顶级的货色。那片海域底下7、8年没人敢下网了，底下的帝王蟹自生自灭，没人知道到底涨到了什么恐怖的级别。风老弟，哥哥知道你肯定是被孙海钊那对狗男女坑惨了。哎，这事儿，韩哥，你听我说完。当年你在码头被几个地头蛇扣了10几车高档货，要不是我冒着大风浪亲自开着快去岛上替你找关系疏通，你那冷链帝国早特么瘫痪了。这事儿行，冯老弟，有你这句话，哥哥砸锅卖铁也挺你。你说缺多少？我不要好船，也不要大船，
码头最深处停着一艘抵押给修理厂的废弃老式拖网船，船厂跑路了。那船虽然破，但底子是抗冰裂的苏联钢。我要30万把它包下来，连夜改装。没问题，半小时后钱到你账上。只要你的货能上岸，3天之内，我让全港的大老板排着队给你送钱。成交。挂断电话，我裹紧了领腚，向着码头最深处那片被称为废船坟场的区域走去。海风越来越大，天空中开始飘起细碎的雪花。我知道，这片寒冷的海域马上就要因为一艘破船的驶入，掀起一场让所有人胆寒的风暴。孙海成、陈雅、呆瓜，你们心心念念的荣华富贵，马上就要见底了。哟，这不是程峰吗？胖老板，好久不见，这艘暴雪号渔船我要了，8万块够吧？峰哥，你没开玩笑吧？这破铁皮虽然是抗冰裂的双层高碳钢底子，但这3年没动过，主轴和脚正都快腥死了。你开这玩意儿出海，是去打鱼还是去喂鱼啊？机器能转就行，其他的不用你操心。给你1天1夜的时间，把主发动机的油路给我清出来，换上最大马力的起天机。还有，把甲板上那台生锈的液压夹轮给我修好，拉力参数必须调到极限。行，峰哥，你放下，我现在就开工，保证按时交付。都别歇了，带上气焊和扳手，上那艘暴雪号，有大活。现在船的事解决了，是时候该回趟家了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哟，咱们本港第一的大技术员回来了。听说你被孙老板赶下船了，怎么着？这1个月8000块的好差事，说没就没了。现在知道外头风浪多大了吧？凤儿，你表哥说的是真的？那你爸下个礼拜的透析费可怎么办啊？医院那边都已经催了2次了。妈，钱的事你别管，我心里有数。你有个屁的数！我可听呆瓜说了，人家早把你那点配方摸得门清，你现在就是个废人。我告诉你，程峰，上个月借给你们家看病的那5000块钱，你今天必须给我结清了。我还指望拿这钱去随陈雅的礼呢。你别想赖账。风儿，别跟你哥吵。大不了爸不治了，这病也是个无底洞。爸，你瞎说什么？5000本金，1000算利息，拿了钱，现在就从我家滚出去。行啊，程峰，看来你在孙老板那儿还真昧了不少私房钱。不过我劝你一句，离了孙海街那条大船，你在这个码头连个屁都不是。哼，等这笔钱花光了，你可别再来求我借钱。妈，这是预支的工资，你明天就去把爸的医药费交了，多买点好肉补补。我接了个大活，要出海几天。疯子又来配货，氨基酸发酵原液我都给你提前备好，放边上了。这次不要那东西。咋了？之前你跟孙海洲他们次都买这款，便宜又好用，近海拢货快，怎么突然换配方了？那桶水那是我留着近海糊弄小货用的。这次不跑近海，我要去深海冰流海域，不玩小打小闹，干票大的。怪不得，我就说你小子藏东西，原来真有压箱底的本事。峰哥，真要去那条线，那地方暗礁比狗牙还密，雷达一进去就变成瞎子。去那里的船，
10艘有9艘回不来啊！怕死就现在跳海游回去。老鬼，这票干成了，你下半辈子的酒钱我包了。峰哥，我烂命一条，只要能赚钱，下地狱我都敢去。好，要的就是这种气势。来呀！峰哥，那是孙海桥的远洋号。不用理他们，我们继续出发。哟，这不是成大技术员吗？怎么捡了艘废铁皮就想出海打鱼了？前方可是深海区，你那破船的底子漏了，可没人去救你，赶紧滚回你的臭水沟里捞小鱼去吧！让他们笑吧。等这阵风暴旋起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海上主宰。峰哥，测船仪显示底下有复杂的深沟，洋流速度太快了，减速，顶流，稳住船头。大柱，上鱼饵，准备下笼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。峰哥，搞定！好。接下往下来，就看他的了。大柱，收脚铲。峰哥，脚铲卡堵拉不动，绳子要断了。地下好像挂住什么怪物了，绳子要断了，快！不对，这不是挂底。若是挂在礁石上，钢缆会有子板的反冲力。现在这样，倒像是挂着了什么巨物。老鬼，看准海浪的起伏，船头往下探的时候，给我死死稳住舵盘。给我起！我的老天爷呀！峰哥，连笼子都压变形了。这可是抗压加厚钢笼，300斤都压不坏。在接下来的6个小时里，我们顶着风暴，将投放下去的30个蟹笼全部拉了上来，没有任何一个是空笼，每一个都处于绝对的暴笼状态。这片被封印了7年之久的死亡冰流区，因为我那特制的高密度凝固诱饵，彻底沸腾了。动作快点，都仔细着点。这批货金贵着呢，磕了碰了你们赔不起。你电话里吹得神乎其神，说有能当镇店之宝的极品硬货，就这艘破烂二手船，能去多深的海域？能打上来什么好东西？是啊，老韩，我那边的 VIP 客户今晚点名要深海雪蟹，你要是拿普通货糊弄我，我这招牌可就砸了。冯老弟，货呢？各位老板，自己看吧。这成色，头胸嘎极其坚硬，蟹腿肌肉饱满，没有一点空隙，这叫黑金刚。只有在800米深、水温接近0度的极寒暗流区才能长成这样。各位都是行家，这种货色
切开蟹腿，里面的肉是像雪花牛肉一样的纹理，满肉率绝对超过95%。100万！100万！你想包圆？你做梦！程老板，这仓货我要一半，我出150万现金，现在就转账。老郑，你不讲规矩，这种极品货你一家吞得下吗？程老板，我出200万全包了，以后你的货我魏某人按市价1.5倍长期回购。行了行了，都别抢，这批货是我韩某人兜底的。不过封老弟仗义，今天在场的各位见者有份，价格咱们慢慢谈。这不可能，那份配方最终320万，这张满载而归的盲盒被老韩以320万的现金天价全部买断。我从里面拿出80万分给了老韩作为中介和支持的利润，又拿了20万直接甩给了大柱和老鬼。人群渐渐散去，老鬼带着大柱去修理厂维护设备，我则坐在船头的缆绳墩上抽烟。风老弟啊，哥哥今天算是开了眼了，你这找鱼找味的手艺，放眼整个北方港口，绝对是这个。郑总有话直说，是这样，我们这些老骨头钱早就赚够了，平时就喜欢玩点刺激的。你看，你这艘船下次出海能不能带上我们几个？魏总，这可不是你们常玩的那种近海海钓，我们要去的是死亡冰流区，浪高能有5-6米，船颠的连黄胆水都能吐出来，弄不好是要死人的。我们要的就是这种心跳。老弟，你放心，规矩我们懂，我们不白去。登船费1个人10万，生死状我们自己签。对，只要到了地方，你让我们亲手推一次桥障，亲手拉一只这种100斤重的深海盲盒上来，你看行不行？在这个码头上卖鱼能赚几个钱？真正能让全港为之疯狂的是贩卖深海的恐惧和极端的肾上腺素。行啊，只要你们不怕死，后天凌晨2点，咱们去闯一闯真正的空军坟场。风老弟，没迟到吧？时间刚刚好。这位是……哦，忘了介绍，这是楚少，家里是做远洋航运的。听说咱们今晚要来挑战死亡冰流区，非要跟着来开检验。风老弟放心，他的10万登船费我已经打到你账上了。生死状，咱们3个人在车上也都签好了。郑叔、魏叔，你们不是说这程老板是本港最牛的技术大拿吗？怎么这船破的跟捡破烂的似的？这雷达天线都生锈了，能探到几百米深的海底吗？楚少，深海里的货不是靠雷达探出来的，是靠命搏出来的。收起跳板，解烂，出港。兄弟们看到没？死亡冰流区，老子来了！4个小时后，暴雪号终于抵达了目标海域的边缘。峰哥，流速变了，底下的暗流像绞肉机一样稳不住船身。到地方了，想亲手放盲盒的，出来干活。把这些黑胶切成拳头大小的块，死死绑在蟹笼正中央的诱饵网上，动作要快，手套别脱，这玩意儿粘在手上半个月都洗不掉味儿。程老板，这诱饵怎么跟石头一样硬？这味道在水底能散得开吗？几百米的深水，水温接近0度，水压是上面的几10倍。你要是用普通的液体或者软饵，还没到地就被弄流冲散了。下笼，只有这种高密度的胶体，才能在海底坚持散发24小时以上的生物电解束信号。接下来的时间是漫长而令人抓狂的等待。1个小时过去了，2个小时过去了，3个半小时了，这都快4个小时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程老板，你是不是在耍我们？你这破探测仪上干干净净，连个鱼群的影子都没有。这就是你说的什么狗屁死亡冰流区？我看这里就是个死海，咱们是跑这儿来喂西北风的吗？风老弟啊，哥哥不是不信你，但这时间确实太久了。这底下要不咱们换个地方？这地方太邪门了，我心里直打鼓。10万块钱当买个教训吧。老郑，我就说这事儿不靠谱。前天那些货指不定是他从哪儿收来的死盘子。深海怎么可能每次都有那么好的运气？各位，这叫空军坟场，底下全是几百米深的暗礁沟壑，声呐在这里就是瞎子，探测仪根本扫不到趴在沟底的冷水巨兽。
我那特制的偶尔需要时间在极寒的水压下缓慢溶解。深海帝王蟹的行动极其缓慢，它们在海底的泥沙中爬行，被这股高频信号吸引，需要一个漫长的汇聚过程。你们平时吃喝玩乐习惯了快节奏，但在这片海里，大自然有它自己的规矩。规矩个屁！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你就是个大忽悠，老子不玩了！现在就给我齐网，就算拉上来是一筐烂石头，老子也要立刻回港！别碰那个杆子！海底深处，那个沉寂了4个小时的空军坟场彻底炸窝了。老鬼，满舵顶流！大柱，拿撬棍来，卡死斧轴！程峰，底下到底挂到什么了？是不是勾住海底的沉船了？这不是沉船，是货。我的高密度诱饵在底下泡了4个小时，几十只10几斤重的帝王蟹，加上300斤的钢筋笼子和水压底吸力，这重量起码超过了1吨，硬拉绝对会爆缸。别光看着，想体验级的心跳就给我过来干活！大柱一个人稳不住引导绳，郑总、魏总、楚少，戴上你们的手套过来把住那根副缆。今天这笼子要是掉下去，咱们谁也别想见到明天的太阳。1、2，拉！1、2，拉！漫长的20分钟拉锯战。我的老天爷！那根本不是一个蟹笼，那是一个由无数挥舞着巨钳的紫黑色装甲拼凑而成的怪物肉球。大柱，摇臂转过来，放甲板。哈哈哈哈！活的，真的是活的！我操，这么大的帝王蟹！郑叔，你看到了吗？老子亲手把这深海里的祖宗给拽上来了！发财了！这成色，这体型，全球独一份儿啊！程老板服了，我魏某人彻底服了！这10万块的门票，买这一场惊心动魄，太他妈值了！赶紧的，底下还有9个笼子，老子现在浑身都是劲儿，赶紧齐网！这就是我想要的局，用极致的环境压迫他们，再用极致的收获引爆他们。从今天起，暴雪号不再是一艘破渔船，而是这群顶级富豪眼里的深海朝圣地。接下来的3个小时，简直是一场疯狂的屠杀，10个蟹笼无一例外，全部处于极限暴龙的状态。当最后一个蟹笼被拉上甲板时，我们的3个高压活水舱已经彻底塞满了，整艘暴雪号的吃水线被硬生生压下去了半米深。满载，返航！孙海征，这就是你这趟出去3天的收获，就这10几只，还没我脸盆大的破花蟹，还有这一堆不值钱的石头鱼。你这趟出去，光烧的柴油钱就有10几万，你是去海上做慈善了吗？你吼什么吼？那片常去的近海湾底下的洋流突然全乱了，而且咱们船上的声呐怎么他也找不到大规模的蟹群，连个毛都没扫到。还有这个废物，他说他掌握了程峰的配方，结果呢？他熬出来的那堆臭水倒进海，连个水花都没翻起来，引来的全他妈是些吃垃圾的清道夫死鱼。老子的顶级蟹笼全被那些烂鱼给搞得臭烘烘的。孙老板，我真的是按照峰哥，按照程峰以前的比例配的氨基酸和鱼蓉浆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到了海里就没用了。没用的废物！
我的天，这么大！那不是楚河运的公子吗？他怎么跑到那种破船上去当搬运工了？你懂个屁！人家那叫花钱买刺激。听说这趟程老板去的是死亡冰流区，10个笼子全爆了。我的妈呀！你看看这成色，这腿比我胳膊还粗。这得卖多少钱一斤啊？180万，10个笼子全爆了。程峰那个家伙，他绝对有底牌。他没走的时候，咱们这片海域怎么可能有蟹群枯竭的情况？海州，如果再这样空军下去，咱们这艘贷款1000万买来的大船，光是利息就能把咱们家压垮。昨天那几个大老板还在电话话里拒绝了咱们远洋号的看货邀请，借口说是去外地出差，搞了半天，人家是花着10万块的门票钱跑去给程峰的破船当苦力去了。呆瓜偷出来的只是半成品，程峰小子肯定还藏着能对付深海高压的核心药引子。只要咱们拿到那个，以咱们远洋号的抗风浪级别，直接开进冰流区，绝对能把他的生意全抢过来。呆瓜，程峰以前在船上的时候最宝贝什么东西？他有一个黑色的密码本，从来不离身。但是现在他每天都在船上，根本没机会下手啊。他在船上，但他家里呢？他那个瘫在床上的死鬼老爹，还有那个整天只会哭丧的妈。我听说他那个不成器的表哥大涛，最近在赌场输红了眼，正到处借高利贷呢。去给大涛打电话，告诉他，只要能从程峰的出租屋里把那个诱饵的核心配方搞出来，我给他10万块，不，我给他20万。风儿回来了，你给的钱妈都交到医院了，你爸下周就能做全面透析。今天下午，你那个大涛表哥突然破天荒的拎着2箱牛奶来看我们，说是昨天说话冲了，来赔个不是。这太阳真是打西边出来了。赌徒的嘴脸变脸比翻书说还快，无非是闻到了腥味。孙海娇，你们果然狗急跳墙了。妈，他来没进我屋吧？没有，我就让他在客厅坐了一会儿。不过他眼睛一直往你那屋里乱瞟，还问你什么时候再出海。行，我知道了。孙海见陈雅，你们以为深海是那么好闯的吗？这份配方用未经提炼的鲨鱼甘油、高浓度的死鱼发酵血浆，加上能让液体在冰水中瞬间溶解沸腾的化学蓬松剂，在浅海或许能引来几只贪吃的螃蟹，但在水深800米、暗流汹涌的死亡冰流区，它根本沉不到海底的蟹群带，它只会像一颗在半空中炸开的深水，将方圆10几海里内所有处于中上层水域、极度饥饿且充满攻击性的顶级掠食者全部吸引过来。这就是我给你们准备的作死路。妈，明天一早我就要回码头配货，这次出海可能要去更远的地方。我床底下那个工具箱里装的是我最值钱的核心配方和引子，你可得给我看好了。就算是大涛再来，你也绝对不能让他进我屋，听见没？你放心，妈就算拼了老命也给你守着。饵已经下好，就看鱼什么时候咬熟了。峰哥，老城区派出所的电话。风儿啊，对不起，妈没看住。今天上午大涛说他胃疼的走不动道，我就去给他买点胃药。等我回来，他人不见了。你屋里被翻乱七八糟，床底下的箱子被撬开了。妈，你别哭，人没事就行，东西丢了就丢了，我再赔就是了。你照顾好爸，剩下的事交给我。快点搬！没问题。峰哥，那对狗男女又在做什么妖？看这架势，
他们这是要准备硬闯深海了。他们拿到了我的绝密配方，孙海娇这是打算毕其功于一役，把我们连锅端了。那你那个配方？放心，那是一张通往地下的单程票。老鬼，去看演气压计，咱们今天不出海了。见鬼了！海平面气压正在断崖式下堕，已经降到980百帕了，而且还在降。峰哥，这是极地气旋要成型的前兆。这片海域起码3年没见过这么恐怖的低压潮了。大柱，把暴雪号的所有缆绳夹住双股，锚链下到底。接下来几天，谁出海，谁就是有去无回。程峰啊，程峰，你千算万算，最后还不是栽在了自家人手里？20万买你这个本子太值了。孙老板，您看这尾款1分少不了你的。拿了钱赶紧滚，别在这碍眼。记住，今天的事你要是敢吐露半个字，我让你在这个码头沉底。是，我这就滚，这就滚。海姐，有了这个，咱们就不怕那片深海了。他们不是喜欢买程峰的货吗？等我们这一趟拉满仓回来，我要把价格压到最低，直接把程峰那个团逼破产。去叫代盘过来。呆瓜，看到配方上的用量了吗？给我加大剂量。程峰一笼放1块拳头大的，我们一笼就放3斤。我要让整片死亡冰流区的帝王蟹全部发疯一样往我们的笼子里钻。孙老板，深海流速那么快，瞬间溶解的话，味道会不会散得太快了，没法持续诱底层的蟹啊？你懂个屁！程峰白纸黑字写在这里的还能有假？他那是怕被别人学去才故意藏着掖着。那几个大老板亲眼看着他拉上来几百斤的蟹，这配方绝对是杀手锏，给我去照做。下午3点，天空已经变成了压抑的铅灰色，码头上其他的渔船早就拉响了归港的汽笛，纷纷加固缆绳。但远洋号却在这个时候蛮横地撞开海面上的浮冰，逆着越来越汹涌的风浪，强行出港。程峰，我知道你在听，你那个破本子我已经拿到了。今天我就让你亲眼看看什么叫真正的资本和技术结合。你就守着你那艘破船，在这个发臭的码头上等死吧！峰哥，他们真进深海了，雷达上远洋号的光点越走越远，万一他们真打上来货。大柱，你知道海洋里嗅觉最灵敏的动物是什么吗？啊，不是螃蟹吗？是鲨鱼。鲨鱼，一滴血滴进海里，它们能在几公里外闻到。孙海舰加大了血浆和鲨鱼甘油的剂量，还用了瞬间蓬松剂。这种东西一旦在800米深的暗流中炸开，不会引来行动缓慢的帝王蟹，它会形成一条长达10几海里的水下走廊，而那片区域不仅是空军坟场地，更是北太平洋公牛鲨和深海巨型乌贼的活通道。他们以为自己去的是金库，其实他们是带着一船的高频诱饵冲进了绞肉机。傍晚6点，气压计的指针彻底跌破了红线。一场10年难遇的极地超级气旋，伴随着12级的狂风和7、8米高的巨浪，彻底封锁了外海。通讯信号开始受到强烈的磁暴干扰，断断续续。而此时的远洋号刚好抵达了那片被无尽黑暗笼罩的死亡冰流区。在狂暴的风浪中，孙海健红着眼睛，亲自按下了自动化投放机械臂的按钮。50个装满了高频扩散血浆、重达500斤的重装蟹笼，犹如50颗深海炸弹，被接连抛入了那片沸腾的黑色深渊之中。海底的恶魔即将睁开眼睛。峰哥，这风浪外海的浪高起码过了10米了吧？远洋号就算是1200万的重装船，在那种海况下盲抛50个重型笼子，也太作死了。这不是船的问题，是人心的贪婪遮住了他们对深海的敬畏。这里是远洋号，各单位注意，我们正在收网，液压表的拉力已经破纪录了，每一个笼子都是满载，爆了，全爆了！
可能，那种狂暴的低压角里，帝王蟹全都会钻进海底淤泥里休眠，怎么可能还会进笼子？爆了，全爆了！当然不是螃蟹，好戏现在才刚开始。停下！快停下挑钩！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根本不是螃蟹！拉住护栏，别管它是什么，这重量绝对值钱！鲨鱼是太平洋水鲨，还有公牛鲨，全疯了！成百上千条，他们在咬钢绳，笼子里全是那些怪物。孙老板，主轴要断了，快斩断钢链，船头被拉下去了，水进来了，大量进水，不能斩！老子的千万贷款全指望这网货，给我拉！救命！救命！这里是远洋号，没得！远洋机倒塌砸穿了左舷，我们的主发动机进水熄火了，船体正在倾斜，坐标是。睡觉，明天一早准备看收场。不可能，我的配方，我的觉悟，不可能。孙老板，远洋号彻底报废，保险公司定为违规强行进入极端海矿作业拒赔。你岳父的冷链公司昨天已被银行查封抵债，现在你欠我们3500万，准备在里面蹲到死吧。经查实，你涉嫌严重商业窃密，数额特别巨大。虽然你偷的是个假配方，但行为已经构成违规。跟我们走一趟吧。完了，全完了。这一切就是这片海的规矩，没有对自然的敬畏，没有千锤百炼的技术，资本在这里不过是一堆随时会沉底的废铁。风老弟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弟，你真是神了！你连老天爷的脾气都能算得这么准。今天咱们市里的海鲜圈子全炸了，孙海瑶那对烂人彻底破产，以后北区码头，你程老板就是绝对的捕蟹王。程老板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要包你的船。上一趟拉上来的黑金刚，让我的高级私宴直接封神了。你开个价，咱们什么时候再去一趟死亡冰流区？峰哥，我连遗嘱都重新写好了，这次我要站船头亲自抛网。10万块门票不够，我出50万，带我再疯一把！各位老板，冰流区的货我已经看不上了。我程峰不赚安稳钱，只卖全天下独一份的心跳。这张图上的坐标叫恶魔之眼，水深1200米，底下藏着能够长到300斤以上的白玉深海帝王。那种货吃一口能让人记一辈子。这地方去一趟极其危险，不过船票涨价了，100万一张，不讲价。各位还敢玩吗？这片海永远不缺猎物，缺的
只是掌控风暴的王。